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你可能听说过，胰腺癌是一种非常凶险的癌症，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在近年来急剧的上升，它被称为是癌中之王。不仅难以早期的发现，而且对各种的治疗手段都不敏感，很多患者在确诊时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。那么如何的预防胰腺癌呢？又有没有什么身体上的信号可以提醒我们及时就医呢？肠镜检查明明没有问题，怎么会是癌呢？45岁的张先生正处于壮年，排便也挺规律的，一天大便一次。半年前，张先生忽然开始了腹泻，大便也不成形，本来频率不高，所以也就怀疑吃错东西，肠胃不舒服而已。但是后来越来越不对劲，一开始一天拉一次，发展到一天腹泻3-4次，尤其是吃了肉类的食物之后，大便中还夹带一些的油脂，感觉就像是不消化的样子。张先生抽了时间到医院约了肠镜的检查，喝泻药做肠镜，折腾了2天，结果肠镜显示张先生的肠道都是正常的，但是医生想，张先生这样频繁的腹泻肯定是不正常的，于是建议他继续的做腹部检查，看看其他的脏器的情况。但是张先生觉得做肠镜已经很折腾人了，不愿意继续做检查，坚持让医院给他开一些助消化的药物。因为张先生的态度坚决，医生也没能劝过他。几个月后，张先生去而复返，这次张先生的情况比以前更加的严重了，而且整个人也消瘦了一圈。上腹部的 CT 检查显示胰头部分占位，确诊为胰腺癌，并且已经处于晚期的状态。很多人经常腹泻，但是常常觉得只是肠道异常导致的问题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。不停的拉肚子不仅仅是大肠在呼救，我们常说的拉肚子，医学上称之为腹泻，诊断标准为粪便稀薄，而且每天排便量超过了200克，每天排便的次数超过了3次。引发腹泻的原因有很多，以下这些部位异常都可能造成腹泻。甲状腺。当甲状腺功能亢进时，过高的甲状腺素 T4 和3点甲状腺素 T3 会促进小肠蠕动，造成消化吸收不良，进而导致腹泻。甲亢引发的腹泻特点是便前无腹痛，大便无粘液或者是脓血，便后腹部没有下坠感。肾上腺。肾上腺感染、肾上腺组织萎缩等多种的病因都会引起肾上腺皮质损害，进而造成慢性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，使得肾上腺皮质分泌不足，就可能会发生腹泻。慢性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引发的腹泻特点是，腹泻的症状严重，多为水样便，并伴有腹痛和呕吐，容易引发脱水等致命并发症。肝脏。肝病患者也可能会出现腹泻的症状，因为肝脏病变会影响胆汁的分泌和排泄，同时也会致使肠黏膜因肝门静脉高压而淤血、水肿或者是糜烂，更会引起植物神经功能紊乱，这些都会导致消化吸收功能变差，进而引发的腹泻。肝源性腹泻的特点是大便的次数增加，集中在早上和用餐后，排便时间无规律，粪便稀薄或者是呈水样状，没有粘液或脓血，患者会感觉里脊厚重，但一般无腹痛或者是腹痛轻微。胰腺。胰脏病变会造成胰腺外分泌功能不良，影响小肠的吸收与消化，进而引发腹泻。胰腺性腹泻的特点是脂肪泻，即脂肪经由粪便排出，粪便的颜色苍白，而且带有油脂，还散发一股恶臭味。胆囊。当胆囊发生运动功能障碍时，胆汁的分泌会减少，
排泄也会不畅，这会影响到脂肪的代谢，使得脂肪只能够经由粪便排出，于是就会引起腹泻。胆源性的腹泻特点也是脂肪泻。6. 胃。当患上胃部疾病时，胃内食物主要是蛋白质，无法被充分消化，就会在肠内引起腐败性消化不良，进而引起腹泻。而胃酸分泌减少或缺乏，也会影响胰腺外分泌功能，进而引发脂肪泻。胃源性腹泻的特点是，患者会出现腐败性消化不良，早上起床后和用餐后的排便次数会增加，多为糊状便，同时排气量也会增多，并伴有臭味。粪便会呈强碱性，粪便显微镜检查会有横纹肌纤维。7. 肠道。肠道功能紊乱、肠道菌群失衡以及肠道疾病，包括各种的肠道炎症、肠道肿瘤，都会引发慢性腹泻。肠源性腹泻的症状会根据病因不同而会有所不同。例如，肠道菌群失调引发的腹泻多为淡黄色、绿色的水样便或蛋花汤样便；轮状病毒肠炎多为蛋花汤样便；痢疾和溃疡性结肠炎则通常是脓血便。此外，频繁腹泻还需要考虑是情绪紧张、饮食不当、糖尿病、药物副作用等一系列的问题，不能简单的把腹泻认为是肠道异常所致。2. 胰腺癌也会造成拉肚子，有啥特点？反复腹泻是胰腺癌的常见症状之一，这主要是跟胰腺外分泌功能受损有关。胰腺癌造成的腹泻特点是频率高，每日腹泻数次，甚至10几次，持续时间久，可连续的腹泻几个月。粪便有脂肪残留，即可在粪便中看到油滴。此外，胰腺癌还有以下这些症状： 1. 食欲不振。食欲不振是胰腺癌的主要症状之一，这是因为癌肿阻塞和胰管和胆总管下端，进而影响胰液和胆汁的分泌和排泄，使得患者的消化功能变差，于是便会出现食欲不振、恶心和呕吐等消化道的症状。2. 尿液、皮肤、眼睛异常的发黄，大部分胰腺癌患者会伴有黄疸症状，这是因为癌肿压迫或者是侵犯到胆总管下端所导致的，表现为患者的尿液、皮肤和眼睛会异常发黄。3. 肚子疼痛。肚子疼痛也是胰腺癌的主要症状之一，约有6至8成患者会出现上腹部疼痛。患者在患病初期只有轻微的疼痛，随着病情发展，疼痛越来越严重，而且这种腹痛表现多样，可以是饱胀不适、钝痛，甚至是剧痛，大部分是放射性疼痛。胰头癌多是向右侧放射，而胰体尾癌则多是向左侧放射。4. 体重大幅度下降。与其他的癌症不同，胰腺癌患者通常会在发病后就会在短期内快速的消瘦，体重可减轻超过30斤，还会伴有衰弱、乏力等全身症状。3. 经常腹泻可以做哪些检查？如果经常腹泻，持续时间超过2个月，仍无改善，或者腹泻同时伴有便血、黑便等症状，就应尽快到医院做以下检测。1. 粪便检测。新鲜粪便检测可查出红白细胞、吞噬细胞、未消化食物、原虫、虫卵和脂肪低等的问题，有助于急性和慢性腹泻病因的诊断。粪便潜血试验则可以检查出是否有出血现象。另外，粪培养检查可以查出引发腹泻的致病微生物。2. 血常规。血常规可以检查出血液中的电解质、酸碱平衡，以及了解患者是否有贫血、糖尿病和白细胞计数增多的情况。3. 胃肠镜检查。胃肠镜检查能够诊断患者是否有肠胃炎症病变和肿瘤，而黏膜活检则能帮助发现部分的寄生虫、癌前病变以及早期癌症。4. 影像学检查。X 线和 CT 等影像学检查
可以显示出肠道病变、肠道的动力状态等的情况。5、电解质检查。腹泻严重的患者可能会出现电解质失衡，做电解质检查可以了解患者的酸碱平衡等情况。以上都是诊断腹泻病因的常见检查，具体需要做哪些检查或者是补充其他检查，还需要由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来进行判断。几乎每个人都曾有过腹泻的经验，很多人认为腹泻只是吃错了东西，过几天就会好转，但其实引起腹泻的原因有很多，甲状腺、胰腺、肠胃等异常都可能会引发腹泻。因此，一旦出现反复腹泻的症状，腹泻的时间持续2周以上，就要尽快就医检查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